Rear-wheel drive platform 後輪驅動重置引擎 Front Double Wishbone 雙 AB 前懸掛系統，真的有這麼重要嗎？那在我身旁這一台 Mazda CX-60 是 Mazda Large Product Group 的第一款車子，之後還有 CX-70、CX-80 跟 CX-90。那這款車子目前在馬來西亞只有一個 powertrain， 就是 2.5 Liter Skyactiv G 自然進氣引擎，搭配 X-Speed 的 EAT 變速箱。它的價格呢，從198,900塊起，從日本 CBU 整裝進口。所以我今天終於有機會可以跟這個 Mazda CX-60 獨處，慢慢的去細細品嘗它在高速公路、鄉間小路、市區道路行駛起來的感覺是怎樣。從影片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的 YouTube 頻道。Let's go! So as you can see， 這個 Mazda CX-60 的引擎呢，它是南北，就是所謂的重置引擎，而不是一般市面上 SUV 用的東西。所以如果當引擎是打橫來放的話呢，你的懸掛系統這邊已經沒有太多的位置，所以你只可以用結構更簡單的 MacPherson。可是因為引擎打直來放，變速箱也打直來放，就是所謂的重置之後呢，這邊就騰出更多的空間可以來放 Double Wishbone， 就是上面一個 A， 下面一個 A， 結構更加複雜，它可以為提供车子更高的 caster angle， 而且當你在轉的時候，它有更多的活動空間。所以我相信尺寸也是觀眾們最關心的。那 CX-5 是2700mm 軸距 ，CX-80 是2930mm 軸距，這一台 CX-60 是2870mm 軸距，所以就是介於 CX-5 跟 CX-80 之間，但它們本質上不同，因為它是 Rear-wheel drive 後輪驅動平台，所以你會發現到它從駕駛座到前軸的位置非常的長，就是後驅平台最常見的長車頭設計。再來呢，有一個細節你可能沒有發現到，就是它的剎車卡鉗是在輪子的內側，就是更加靠近駕駛者，因為這樣子可以降低駕駛的這個慣性，讓駕駛更加的自然。CX-60 呢，它是一個 2+3 的 5-seater， 那如果你要更長軸距，可以載6個人，你可以選擇 Mazda CX-80。那今天試駕的這一台 CX-60 呢，採用了 Zircon Sand 鋯砂色跟混動紅，同樣出自頂尖的匠途 Taku Minuri 工藝。這款靈感來源自大自然礦物的配色透過精緻的3層塗裝，就是 3-layer coating， 捕捉細微的光影折射，展現出近年 Mazda Premium 的冒險精神跟層次美學。另外 Brabus Motor 也提供了 Rhodium White、Platinum Quartz、Jet Black 和 Soul Red。Mazda 官方將 CX-60 的設計語言定義為 Noble Toughness， 高貴的強韌。所以在視覺重心方面CX-60 的車頭比 CX-5、CX-8 高很多。所以為了不讓車頭看起來太過空洞，它必須加大格柵的比例。CX-60 之所以標配20寸的大輪圈，是為了支撐它重置後驅平台的強悍骨架。在視覺上大尺寸輪圈能夠完美平衡 long nose 長車頭的比例，讓車身側面看起來更有張力，一眼就能夠看出它跟一般橫置引擎 SUV 的等級差別。CX-60 的車尾設計呢，厚實純粹，它捨棄了繁雜的飾條，用簡潔的弧面呈現出好像歐洲豪華跑旅般的穩重感。橫向延伸的 L 型 LED 尾燈具備了高辨識度，更在視覺上拓寬了車身比例，展現出後驅平台應該有的寬體姿態，開在路上顯得氣勢十足，同時十分的優雅。這台 CX-60 呢，標配了 Adaptive LED 大燈系統，屬於先進的 Matrix LED 技術，透過前攝影機即時感應路況，能夠精確的動態屏蔽對向來車。我最喜歡 Mazda CX-60 的地方就是呢，它有 Driver Personalization System， 所以你看到嗎？我可以在系統輸入我的身高是178cm， 它就會自動幫我調整到一個適合我的坐姿。所以因為它的這個電子方向盤它可以自己用電子去調控前後 telescopic 等等，所以它可以讓你在上車的時候容易上車，下車也更加容易下車。所以設備的話呢，這一台 CX-60 呢有12個 speakers 的 Bose 高級音響系統，12.3寸的中控台熒幕，12.3寸的這個電子儀表板，4個 USB Type-C 的接口，
MRCC with Stop and Go， 所以这設備應該是應有盡有。還有 MI Drive 有 Normal Mode 跟 Sport Mode 的駕駛模式，還有 Mazda Connect 的旋鈕，所以你的手不需要伸到螢幕這邊去按，它可以透過這個旋鈕式。然後再來方向盤也是經過了精心的設計啊，它的整個質感、用料、按鈕等等，全部都是更上一層樓，更加的 Premium。I mean 在 CX-5 的那個基礎上，然後座椅的話呢，這個駕駛座是10項調節的電動座椅，副駕駛是8項調節，還有這個玻璃車頂玻璃天窗，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 setup 是恰到好處了。OK， 那因為車身更加長，軸距也更加長，所以 Mazda CX-60 的後排 legroom 整個乘坐的寬度等等是在 CX-5 之上。但它畢竟還是一個 5C 車嘛，所以它沒有更多椅子不可以前後滑動等等，但是它有這個椅背傾斜程度可以調整，就可以做得更加的斜，然後你這邊可以更加的舒服，然後有這個玻璃車頂，採光更加的好。然後這邊是這個扶手，2個冷氣出風口和2個 Type C 的接口，所以我覺得乘坐空間方面就是絕對是在 CX-5 之上啦。因為有着較長的車身跟軸距啊，讓 CX-60 的後車廂縱深表現是優於 CX-5 的。再來地板底下還配置了臨時備胎，並巧妙地嵌入了 Bose 的重低音喇叭。那這正是 Mazda 跟 Bose 深度共用工程的研發成果。那今天終於有機會可以來細細品嘗，慢慢的跟大家分享這一台最新的 Mazda CX-60。它是 Mazda 家族裡面第一款採用 Large Product Group 的 Rear Wheel Drive 後輪驅動平台。那一個 SUV 從前輪驅動到後輪驅動，它不只是將動力從前軸傳去後軸這麼簡單因為當你的車子變成後輪驅動的時候，引擎要採用重置，然後整個變速箱的排列方式也是打直來放所以整個重量分配上跟駕駛習慣上會有很大的一個不同。So 為什麼 Mazda 要研發這個 Large Product Group 的 Rear Wheel Drive Platform， 這個很關鍵，因為在過去這個越來越多的日系品牌，他們就是捨棄了成本較高昂，整個機械結構較複雜的後驅平台，紛紛轉而，你知道嗎？就是用更加經濟性的這個前驅平台。可是 Mazda 深知它的消費者經過這麼多年的可能 CX-5、CX-8、CX-9， 他們已經你知道嗎？他們已經不能夠滿足於現在的東西，他們需要更加 premium、更加豪華，而他們又不想要去進階到可能歐洲品牌，因為歐洲品牌相對來講整個保養方面，整個產值率方面就是你知道嗎？就是這樣子啦。所以他們既想要繼續開 Mazda， 但是他們又想要歐系車的那一種後驅平台機械結構。所以這個 Large Product Group 就應運而生，從日本進口的 CX-60 目前提供一個 variant 就是 2.5 L Sky Active G 的這個自然進氣引擎。那因為我自己的 Mazda CX-8 同樣也是 Sky Active G 2.5 L NA， 但不同的是，因為 CX-8 是橫置引擎，這個是縱置引擎再加上 CX-8 是 Sky Active Drive 的6速自動變速箱，這個是新的X-Speed EAT 變速箱，就是說這個 X-Speed Automatic Gearbox 它是支援MHEV、PHEV 等等，所以它是一個更加兼容不同 powertrain 的一個变速箱。當然X-Speed Automatic Gearbox 相比 6-Speed Automatic Gearbox， 它在高速行駛的時候 RPM 可以更低，這個 Gear Ratio 也會更寬啦。OK。那首先我相信廣大的馬來西亞消費者最關心的就是 CX-60 2.5 L NA 夠不夠用。 OK， 我們來看動力的話，它有189個 horsepower 在6000個 RPM 跟261個 Nm 在3000個 RPM。那3000 RPM 261 Nm 很顯然的，如果你要拿來跟渦輪增壓 Turbo 引擎來比，它在低轉的時候並不能夠給你馬上那一種很強勁的動力，但它勝在它 linear， 它加速很線性。你看，
它是層次分明的。因為 Sky Active Drive 這個變速箱的邏輯，它就是要給你 manual gearbox 的換擋節奏、升檔節奏、降檔節奏，它要讓你知道車子在幹什麼事情，它要讓你跟車子處於同樣一個頻率，而不是車子走在駕駛者的前面。OK， 所以現在這個新款的呢，它有 MI Drive， 所以我們現在是 Normal Mode， 現在去 Sport Mode。說進 Sport Mode 的話呢，這個 2.5 的 Sky Active G， 我坐在駕駛座上面，在低速行駛，它的聲音會比 CS8 那種橫置引擎的更加純粹，就是你聽到更多機械結構的運作，因為本來Rear Wheel Drive 的車子 ，Rear Wheel Drive 的 platform， 它就是更加強調 driving dynamic， 它要讓司機感覺到車子的律動。第一個要回答大家的就是，我覺得這個 2.5 litre NA 夠用。那你說它很有力嗎？我覺得，因為這個 CX-60 大家都知道，它上面還有在國外啦，它還提供了 2.5 litre PHEV， 就像我之前開那個 CS8D 這樣子，那一個是插電式混合動力可以用純電行駛，也可以用純汽油行駛，也可以 parallel 行駛。那上去的話，它還有 3.3 litre turbo 的那個版本。馬來西亞市場拿到的這個 CS60 是只有 2.5 litre NA， 所以便讓這個Bermas Model 可以将它的價格維持在這個不到20萬，不到200千。我覺得這個是已經是怎麼講，已經是不能要求你更多了，因為你要知道嘛 ，Double Wishbone Front Suspension 然後 High Caster Angle， 然後後輪驅動平台，20寸的輪圈，還有這個 Sunroof、Bose Speaker 等等，所以我覺得整個 package 上面沒有太多東西可以去找出來講啦。Of course， 你要更貴、更高級的 CX-60 的話，目前你可以選擇這個 Mazda CX-8D， 整個配套上面 CX-8D 就會更加的 premium。那這個目前是全部是全黑的搭配，搭配一點點不同顏色的這個縫線這樣子，高速公路行駛。我覺得 CX-60 是一個100%的 highway car， 因為這種結構、這種 setup 它就是為 highway 長途高速行駛而打造的。走慢慢的時候你在市區塞車的時候，你會覺得車子好像還差一點東西，它的節奏還沒有對上。但你只要一上到了 highway 加速，OK， 我們速度穩定之後回去 Normal Mode，OK。那為什麼 Rear Wheel Drive 平台後驅平台這麼重要？當引擎重置的話呢，就有更多位置來放這個 Double Wishbone 雙 AB 的懸掛系統。所以當使用 Double Wishbone 的時候呢，就能夠調到更高的 Caster Angle。那所謂的 Caster Angle， 簡單來講就是讓方向盤有自我中心感。不管你擺左擺右，一點點左一點點右，它會自己想回到中心點。那這個對於長途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長途你可能開着高速，定着一個速度，你2隻手握着方向盤的時候，你不想要方向盤有太多的抖動，你不想要方向盤給你太多的不確定性，你想要一個很 firm、很堅定、很沉着、很沉穩的轉向。那這個不是 software， 這個不是 electronic power steering 可以去調整的。你再怎樣電子調整還是有限的，因為你還是需要機械結構去輔助它，需要機械結構去支撐它，才可以給到你有這麼高的一個 caster angle。那我現在這邊講的東西，它不是說車子的爆發力、馬力有多少、扭力有多少，不是。如果你要追求這些東西，這不是 Mazda 要強調，這不是 Mazda 要主打的，因為這些東西凡人都能夠理解。這些東西你不需要真的很熱愛駕駛就可以滿足到你內涵。我們要講一台車子它真正的底子就像我每次介紹汽油車，我都會講一台車子最重要的3大件就是引擎、變速箱跟底盤。首先，引擎是一個 13.0:1 高压缩比的 2.5 litre NA 引擎，所以它提供給你的是 Linear 5號牙、4號牙，變速箱，加速 ，Upshift 6000轉
upshift、7 gear、8 gear 當我們在這個8號牙的時候，我現在是開着110 RPM， 大概在2000出一點點而已呀，就是這麼簡單呀。我覺得 CX-60 是一個你必須要親身去體驗、親身去試駕，特別是高速公路。Mazda CX-60 可以用這個不到20萬馬幣的價格給到你這樣子的硬體設備，說 Large Product Group 的 Rear Wheel Drive Platform 重置引擎 Double Wishbone 雙 ABS， 現階段啦 ，OK， 它能夠滿足到那一些已經開了 CX-5 非常多年，並且已經習慣了 CX-5 的 2.0 Liter Skyactiv G、2.5 Liter Skyactiv G， 而關鍵一直都不是在動力，關鍵是在於車子賦予你什麼樣的能量，它給你什麼樣的感受，這個是我覺得是比刷數據，你知道嗎？更加重要的東西。加速。哇，非常容易燈印。那最後呢，就是關於這一台 CX-60 的 Suspension Tuning 大馬版 CX-60 的懸掛設定。我覺得它真的是比之前進步了非常多。跟我第一次開 CX-60 的時候，因為大家知道它是作為 Large Product Group 的第一款產品，一定有很多東西需要 calibrate， 一定有很多東西需要去修繕、去改正的。Mazda Malaysia Bermas Auto 就收集了很多國家、很多市場 CX-60 的反馈，所以当它來到馬來西亞市場的時候，它已經是處於一個相當 balance 的這個懸掛狀態啊。你要長途行駛在 LDB。這樣子，它可以去應付這些高低起伏，這些你知道馬來西亞的路面，你又不能做太硬 ，OK？ 你太硬邦邦不舒服。如果你做太軟的話呢，它是一個要 high speed cruising 的，你太軟車子很浮又不可以，所以這個軟硬之間要拿捏到平衡。我覺得這個最終版來到馬來西亞的 CX-60 已經沒有太多東西可以去抓它了，它已經盡可能的在這個動力配置這個底盤結構等等去給到你一個最大的東西好了，當然目前大家知道這個只是 Bermas Auto CX-60 的 first step 第一步，相信未來他們還會再聆聽廣大的馬來西亞消費者對於 CX-60 有什麼樣的要求。但是我自己觀察真的是有太多 CX-5 車主買 CX-60 啊，因為他們已經從 CX-5 換 CX-5 又再換 CX-5 換到沒有東西換了，你知道嗎？他又不要 CS8、CX-9 這樣子的這樣大台的車子 ，5-seater is good enough， 所以 CX-60 就是一個最好的選擇。所以我在此喜歡我的影片，記得 follow Instagram， 靠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絕對萬卡。